同学你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知识。今天呢，给大家来讲顶角度拍摄。那么顶角度拍摄呢，一般是指照相机或摄影机在被摄对象的上方左右偏不超过15度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由上向下来拍摄的这样一种拍摄的角度，我们称它为顶角度拍摄。那么顶角度拍摄呢，这种画面往往视觉效果会比较的强烈。为什么会很强烈呢？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顶角度去看事的这种视觉经验都会比较少我们从顶角度去看事的这种机会就会比较少，所以说呢，我们这种视觉体验相对也比较少。所以一旦摄影作品从这个角度来拍，我们大家看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一种视觉冲击，带来这种比较强烈的视觉的心理的感受。那么当然呢，顶角度拍摄这个机位呢，也是在平仰、俯顶4种机位当中最难以获得的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拍摄的角度。那么顶角度拍摄第一个作用比较常用的地方，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角度去强调被摄对象的图案的美感之所以用这个角度拍，往往是为了表现一种图案的美感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呢，是拍的10年在瑞士举办的一个国际热气球周这样一个活动当中的一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地面上是冰雪覆盖的这样的村镇可以看到一片白，每一个房屋院落都成了一些简洁的这样的几何形状。那么在它们的上方呢，飘着一个热气球。那么摄影者又在更高的位置上从上往下来拍，从一个顶角度去拍这个热气球，我们可以看到把热气球拍的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彩色的花衬在地面这些白色的带有几何图案的背景上那么它的视觉效果就会显得很漂亮很漂亮既有色彩的变化，又有这种图案的这样的变化。那么这个完全是由于顶角度拍摄使画面会产生这样的效果。那么顶角度拍摄第二个特点，顶角度拍摄它容易形成被摄对象上下部分的大小的悬殊比也就是说被摄对象会显得头大身子小，由于透视的原因，它会有明显的变化那我们如果再用广角镜头去用顶角度拍摄的话，那么大家想，这种透视变化呢会更加的被加强这种头大身子小这种透视的视觉效果会显得更明显更明显。那么这一点如果大家用得好的话它会创造出非常惊人的画面。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那么这张画面呢，拍摄的是中国农村里边的留守儿童这样的主题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从上面往下来拍使得这个篮筐这个被孩子用来当篮筐的这个破筐，没有底儿的这个破筐，在画面当中显得比较的突出，是画面当中最突出的这样的景物。那么孩子正在投篮那么它的面积其实跟这个筐比起来，它是变得小的，显得比较渺小的一种感觉当然呢，在这个投篮的孩子的后面，画面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位老人以及另外一个更小的孩子在画面当中所以这个画面表现的是农村当中父母可能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下老人跟孩子在家里边比较艰苦的朴素的这样的生活的环境，孩子呢只能拿这样的这个破筐来取代这个我们真正的这样的篮板筐来玩，他们的生活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单调的，条件相对来讲是比较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顶角度拍摄呢，往往还可以体现一种俯视的顶视的一种视觉的效果它往往会有一定的视觉的依据特别在影视摄影当中，如果用到这个角度的话，它往往会有它的特定的视点的依据。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
那么这张画面大家看，采用一个顶角度拍摄，这是拍的西班牙的奔牛节啊，在这个节日当中啊，这个人们和这个牛一块儿去奔跑啊，胆子大的人在下边跟牛一块儿去奔跑啊，胆子比较小的人呢，可以在两边街道旁边的这个房屋里边、阳台上、窗户口探出身来，往下边来看。那么这张画面就是从一个看视的旁观的这样一个视点，从上往下来拍啊，一个顶角度啊，看上去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视觉的效果啊。而且呢，这个由于快门速度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奔跑的人速度比较快，影像呈现为一种虚化的效果。旁边窗台上、阳台上看的这样的人啊，身体位置一般动作幅度不大，所以他们的影像是比较清晰的。那么说到这个顶角度体现这种主观视点的效果，我们来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也是拍得非常的棒的一张画面啊。那么这张画面，我们仿佛是随着这个高台跳水的这样一个运动员，处在他的视点上向下看。我们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甚至有一种感觉，我们要随着这个运动员啊一起啊向下跳，然后呢，我们可以俯瞰到海边成群的观众以及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这种视点的效果，我们普通的观众是没有的，是没有体验过的啊。那么这个镜头、这个角度，一下把我们所有的观众带到了一个这样的极限跳水的这样的运动员的这样一个视角上，来让我们体会一下他们的视觉效果，体会一下他们的心理的感受。这个角度用的也是比较绝的。那么顶角的拍摄还有一个特点，它可以化立体为平面啊，因为是顶拍，顶角的拍摄呢，只能让我们看到事物的顶面，看不到它的各个立面，它就容易使它图案化。那么这个特点呢，在航拍当中可能体现的最明显啊，它可以使画面非常的构图上呢显得非常的简化啊。那么说到这个顶角度拍摄、航拍、简化构图这个特点，我们下边给大家看一组摄影作品，航拍的摄影作品啊。这组摄影作品呢，来自于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摄影家，叫陈长芬。他拍了一组这样的航拍的照片，叫做《大地》啊。我们从这组作品当中挑选几幅来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先看第一幅。第一幅的画面的题目叫做裂变，大家看把它拍得像细胞分裂。那么第二幅画面呢，它的题目呢叫做阴。第三幅它的题目叫做阳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幅画面其实从外形上、形状上给人看的话，它就仿佛是雌性和雄性的这种动物的生殖器的外观。那么第四个画面，女人啊，我们看从这个形状上看，就像一个穿着长筒裙、伸开双臂、翩翩起舞的女人的形象。第五个，男人啊，大家看肌肉很发达、阳刚气十足的男人的形象。第六一个，我们说指纹啊，拍得像等高线啊，仿佛是上帝或造物主在大地上留下的指纹啊。第七一个，地球站啊，我们都知道啊，人类在外太空设的这种探索的这种站叫做太空站啊。那什么样的生物会在地球上设立地球站呢？它可能是外太空的智慧生物吧啊。那么把这样几个作品我们连起来去看，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啊。陈长芬在利用这组航拍的作品，除了给大家提供一种比较独特的啊这种视觉的效果啊，视觉的形象之外，更多的他是想用这组航拍的作品来表达中国古代哲学有关世界起源的啊这样的一种论述啊，传达中国古代哲学当中一种非常宏大的生命观、宇宙观、世界观啊。所以这组作品拍的除了视觉上很有特点啊，文化的内涵上也是非常的丰厚，是比较成功的、比较著名的这样的作品。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顶角度拍摄。顶角度拍摄是比较极致的这样一种角度，它拍摄的画面呢，往往也会显得比较的这个效果强烈。
顶角的拍摄第一个作用，它有利于表现一种图案美感啊。第二一点呢，顶角度有利于形成被摄对象上下部分的大小的悬殊比。第三个方面，顶角的拍摄有利于拍摄一种主观镜头，体现一种主观的视点的效果。然后第四一点，顶角的拍摄有一种化立体为平面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可以达到简化构图的效果。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